10月22日，华为正式发布了 Mate 40系列全新旗舰。而在37天之前，美国第二次严格禁令生效；691天之前，华为孟晚舟被莫须有羁押；919天之前，美国表示要对华为进行联合调查。是的，华为早在2年前就已经成为了目标。但是，华为在今年依然交出了一张不错的答卷，就是 Mate 40系列旗舰。但是今天我们不光要深入聊聊这台手机，也想聊聊这台手机背后的艰难。Hello， 大家好，我是双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Mate 40 Pro 在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重了，但其实它只比 Mate 30 Pro 多了14克。为什么我会感觉更加重了呢？原因就在于它大了。Mate 40 Pro 的屏幕来到了 6.76 英寸，相比于30 Pro 变宽也变高了，这就导致重心高了，在单手握持的时候就有点头重的感觉。同时宽度变大，单手握持也没有之前那么顺手了，这个手感照 P40 Pro 要差。好在华为还有一个单手模式，通过底部导航位置横向滑动悬停就可以开启了，很好的解决了手小的用户不方便能够到通知栏的问题。只是我们觉得这个触发不如上一代从屏幕底部边角滑动的触发方式来的更加连贯，体验更好，你可以都感受一下。ID 设计从之前的奥利奥改为了有点像面包圈、奥运奖牌、iPod Classic 等等东西的圆环设计啊，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设计啊，辨识度确实非常高。只要你伸手亮一下，别人肯定知道哟，买到了，加没加钱？这次在配色方面 ，Mate 40显然收敛了不少。除了素 P 版本拥有2款回阳色之外，玻璃版本就只有黑白以及密银配色。密银配色在光线下呢，会有一层莫奈彩的光泽，但是也非常的收敛，没有 Note 10那种妖艳的感觉。而白色的版本也非常的纯粹，还带一点陶瓷般的光泽，配合电源键的红色点缀，还挺有质感的。Mate 40 Pro 这块屏幕在细腻程度上要好于上代的 Mate 30 Pro， 而在色彩方面 ，Mate 40 Pro 也要更加舒服。无论是标准还是鲜艳模式下，都没有 Mate 30 Pro 那么浓艳，看起来更加的通透。硬件参数上 ，Mate 40 Pro 的色准表现也非常不错。但是这些数据呢，都是我们手上这2台 LG 版本的测试结果。根据小伙伴的反馈，128G 呢会有一些周冬雨排列的版本，而256G 的暂时只发现了 LG 的版本。是的，依然有混用排列的问题。祝你好运。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一代 Mate 40 Pro 取消了自然色彩显示功能，也就是 Mate 40 Pro 不支持根据环境色温调节屏幕色温了。我们不清楚是软件层面的阉割，还是因为刘海改药丸确实没有空间塞下色温传感器了。有人说 Pro Plus 版本保留了这一功能啊，等 Pro Plus 我们都抢了8回了，买到在线分享吧。在这个小药丸里，华为一次塞下了一颗 3D ToF 镜头以及一颗前置超广角镜头。那么这颗超广角镜头有多广呢？这是1倍的模式下和30 Pro 差不多，这是 0.8倍。这是广角模式。如果你是一个自拍达人或者 Vlog 博主，有了这个广角，你再也不用举着个自拍杆到处华山论剑了。不过有个小遗憾啊，就是这枚前置镜头不支持变焦。什么意思啊？就是当你在用前置镜头拍视频的时候，你只能选择1倍、0.8倍和广角，不能像后置一样缓慢的切换焦距。虽然从刘海改为了药丸，但是功能其实并没有减少，而且好像还增加了人脸支付、隔空操作、AI 屏幕旋转都得以保留，并且华为还加入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灵动息屏。你看它才会亮，你看这个息屏的小路，它也会扭头看你一眼。你可以自己录制一段视频啊，比如你女朋友的回眸一笑，你看它就笑一下。没有女朋友，那你可以放心态结衣嘛。大多数情况下呢，这个功能都是非常的好用，识别迅速，角度要求也不高，即便是眯着眼睛它也能够识别，就是反应稍微慢了点。眼睛和我一样小的用户要理解一下啊。不过我知道很多人会有个疑问啊，就是它会不会比一直息屏显示更加耗电？毕竟要一直调用前摄。但是根据我们的实际体验呢，不会有明显的感知更加耗电。综合体验下来，这个药丸还是非常实用的。Mate 40 Pro 的续航表现并不出色，无论是小白测评3小时轻度续航还是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 Mate 40 Pro 位列中等左右的位置，和4400毫安时电池容量差不多，也是90赫兹的手机相比，这个续航确实差了一点。我们在测试中选择的是全局90赫兹的模式进行测试，如果改为智能90赫兹，这个续航应该会更加好一点。至于66瓦的快充表现，还是那个老华为。虽然看着瓦数很高啊，但是峰值瓦数坚持不了多久，0到100%47分钟，看看同级别其他家都要比它快近1倍。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满血40瓦的充电，核心原因就在于这个66瓦的充电头很给力，但是电池端它用的是单电芯，而其他家到了这个瓦数都是双电芯的设计，这差距一下就拉开了。但是能达到47分钟，实话讲也并不是太长啊。麒麟9000绝对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先说结果，非常强。首先就是堆料，作为可能是绝唱的麒麟
P70990，华为用料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CPU 就拥有一个3.1G 赫兹的 A77大核 ，GPU 更加恐怖，达到了24个马力 G78核心，这几乎是马力 GPU 的上限了。而麒麟9000E 的话，你对比一下参数，也只少了2个 GPU 的核心，1个 NPU 的核心，总体的性能表现上应该不会差距很大。实测上，麒麟9000虽然单核和 H3还有差距，但是多核已经追上 H3了。GPU 上呢，3G Mark OpenGL 下呢也首次超越了865，相比于麒麟990，提升也达到了30%，确实非常强劲了。既然理论性能表现这么好，它的游戏表现应该也非常好吧？首先是和平精英，不用多说，甚至要强于865的表现，但是在原神的测试之中就不如865了。但是如果分开来看的话，华为在游戏加性能模式下前半段其实表现也很稳，并不差于865，只是后面出现了断崖式的降低，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过热降频了。所以说麒麟9000的性能是足够的，只是 Mate 40 Pro 的功耗超过了散热能力，限制了它的发挥。等一下，这是不是有点像 iPhone 啊？开低电量模式，游戏表现会更出色。于是我们又测试了只开游戏模式的表现，前期的表现和火力全开差不多，但是后半段也出现了整体帧率下降的情况，表现其实是稳定的，但是只有40多帧了。发热方面，在我们的测试之中 ，Mate 40 Pro 的温度表现其实是名列前茅的，但问题在它的发热位置上，核心发热位置位于手机的顶部以及边框，都是横屏握持打游戏的时候你手会直接碰触的位置。这也或许解释了华为为什么把温控墙设计的这么低啊。如果发热太严重，打游戏的时候手感知就太强了。总的来说，麒麟9000的性能表现绝对是安卓阵营的顶级水平了，超越865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这颗芯片还需要打磨更好的调度策略，在发热和性能上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不然就真的像苹果的芯片一样开低电量玩游戏了。这也算是国产安卓厂商的一个传统异能吧，就是发布了之后需要1个月的调教。影像方面，核心硬件上 Mate 40 Pro 相比 P40 Pro， 除了广角从4000万像素降为了2000万像素之外，并没有很大的区别。那是不是表现也一样呢？还真不是，这次 Mate 40 Pro 的算法依然有进步，比如这组样张，请你猜一下哪个色彩更接近真实的颜色呢？其实是 Mate 40 Pro， 这组呢也是 Mate 40 Pro。前几代啊，华为的 RYB 还有着偏色的问题，而现在能达到这个水准，不得不说华为的研发实力确实非常厉害。但是让你觉得哪组样张最好看呢？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大多数都觉得 iPhone 要更好看一些，你也可以走一波弹幕啊。对的，这就是华为手机的问题了啊！华为的硬实力确实更加强了，对比于 iPhone 12 Pro 在宽容度的表现、暗光下的表现都要更强。比如这组场景 ，Mate 40 Pro 普通模式随手一拍，就是 iPhone 12 Pro 开启夜景模式下的表现了。如果开启夜景模式，华为的表现就更强了。长焦当然就不用说了 ，iPhone 根本没法应战。华为的问题就是体验不够好，在我们的日常使用之中 ，Mate 40 Pro 的照片大多没有 iPhone 12更加的讨喜。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啊，软件的使用感受也并不是特别的好，取景框还是降低分辨率，切换镜头依然有卡顿。这个问题我们大概说了有50年了吧。所见非所得这个核心问题也依然很明显，在我们的使用之中，经常是拍了一张照片，点进相册正看着呢，水印没开吗？啪的一下，样张突然就变脸了。水印也姗姗来迟的给你加上了，这种体验确实不太好。因为很多时候我在拍照之前没法判断它是不是应该加一些曝光，或者说调整一下亮度，可能取景框看正好，但是拍出来并不是我所想的样子。iPhone 在这一点上做的就非常好，所见即所得。大多时间我甚至不需要点进去再确认一下，因为我本能的就比较放心。同样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Mate 40 Pro 依然会有掉帧的问题，尤其是在60帧的拍摄模式下，虽然视频本身没问题啊，但是取景框就一言难尽了。这个表现甚至还不如其他国产厂商。这个综合的软件体验啊，就挺像华为自己的血统，硬核直男程序员，你需要对他有一定的了解，要多吃几次饭，多看几次电影，才知道他确实是个好男人。说到视频，这次 Mate 40 Pro 上取消了主摄的光学防抖，很多小伙伴都比较担心啊，是不是对视频拍摄有直接影响？在白天拍摄中呢，包括上面拍样张的时候啊，我们并没有感受出来什么劣势，问题还是在晚上。夜间拍摄时，整体的画面亮度和表现感觉都稍差于 P40 Pro， 可能也是早期软件版本的原因。华为的逻辑可能是没想让你使用这颗主摄拍视频，为什么？因为切换到录像的时候，你会发现 Mate 40 Pro 默认调用的就是广角镜头，而不是主摄。这或许就是华为把这颗广角镜头叫做电影镜头的原因吧。而这下结果就有了反转 ，Mate 40 Pro 的表现甚至要好于 P40 Pro 了，但是依然不能和有光学防抖的 iPhone 相比啊。小姐的脸都快看不清楚了。如果你是非常专业的手机后摄拍视频用户，建议还是等一下 Mate 40 Pro Plus 吧。还有一个功能我们觉得应该提一下，就是实时字幕功能。对的，就是和坚果的听觉无障碍功能一样，开启之后可以选择麦克风或者媒体声，这样你就可以不戴耳
耳机看没有字幕的电影或者小白测评的开箱视频了。实际的表现上还真的挺准确的，这个应该就是麒麟9000 NPU 的功劳了。延迟也能接受，不光可以翻译，你也可以打字让它读出来。但是这项功能目前还不支持用来接打电话，希望华为未来可以加入这一功能，可以让视障人士更好的使用华为手机。哦，对了，这次 Mate 40 Pro 也一改沿用了3代的屏幕发声技术，顶部做了开孔 ，Mate 系列终于有立体声双扬声器了。我们也简单对比了一下其他手机，大家可以走波弹幕，你觉得哪个听感最好呢？至于5G 方面，我觉得这是对华为手机最不需要担心的部分了。毕竟国内很多5G 的上层设备都是华为的嘛。我们做了很多实际测试啊，但是还是由于目前基站调试不稳，强大如华为信号也是时有时无，没法给大家一个特别直观的结果。总之，无异常限制信号比较好的情况下，国内最快啊就对了。OK， 结合数据库啊，手机的优缺点我们基本上已经给大家剖析完毕了。下面将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这台手机背后的艰难 ，Mate 系列还会有未来吗？华为还会有 P50、Mate 50、Mate 60吗？我们想简单聊聊我们自己的看法。第一个问题，大家最关心的之一吧，华为的芯片还能坚持多久？ Huawei is something that's very dangerous. 主要他们相信是美国。充满信心，你现在就放心了。 This is Huawei Mate 40、Mate 40 Pro。禁令开始前呢，新闻爆出华为向台积电紧急追加了7亿美元的订单。假如属实，我们可以根据公开资料粗略的估算一下。目前台积电生产的5纳米晶圆为12英寸，而5纳米工艺每平方毫米可以容纳1.7亿个晶体管。根据麒麟9000共153亿晶体管来计算，12英寸的晶圆生产麒麟9000芯片最多只能有600片左右。如果根据曝光的一片晶圆2万美元左右价格估计，再加上台积电官宣的良品率80%，7亿美元最多只有1680万片，而这只是估算的结果。世界良品率只会更低，价格也只会更高。何况华为不可能只下单麒麟9000一款芯片，还涉及到基站、基带、麒麟990、阿特拉斯等等其他业务的芯片。即便加上7亿之前的订单，麒麟9000我们预估在1200万片左右，这和网传的1000万片左右的消息差距不大。按照之前 Mate 30系列3个月就超过2000万台的销量来计算，麒麟9000的数量如果全仓开售的话，加上华为今年的增长 ，Mate 40系列最多只能卖上2个月，而这还只是乐观估计的结果。事实上 ，Mate 40 Pro 也确实一机难求，全部加价，其余型号更是没有。那怎么办呢？华为也有自己的解决策略，物尽其用。为什么在发布会上 Mate 40首次采用了低一档的麒麟9000E，同时还发布了麒麟990E？因为很多时候不合格的芯片并不是直接不能用了，只是坏掉了1个核心或者2个核心的芯片，可以通过屏蔽对应的损坏核心，只使用良好的核心来利用。这不用惊讶啊，这和 PC 上的 CPU 分档其实是一样的。为了维持品牌市场和热度，今年华为少量多次的放货方式不可避免。P 系列升级相机 ，Mate 系列升级芯片，这是华为的迭代节奏。只要还有9000系列芯片 ，P50也就有希望。这也就能够让华为的手机多生存一段时间，多一些解决禁令的机会。OK， 我们再设想一下啊，如果麒麟就是不能做，但华为可以继续做手机，那么可能性最高的就是用高通和联发科的芯片。就目前美的的情况来看，高通的牌面要更大一些，那么手机市场的格局变化大概率没有什么明显震荡。而英特尔和 AMD 已经获得了向华为供货的许可，华为可以保住 PC 以及面向企业级的大多数业务。但是如果华为真的无心可用，再也做不了手机了呢？国内这50%的份额可是一块超级大蛋糕。国内品牌收益最多的，我们估计很可能是小米和 vivo。根据三星现在的表现，高端市场受益最多的依然还是苹果。
根据公开可查数据，2020年1至5月，中国手机市场华为的核心市场依然稳定在高端，而能和华为在高端市场相比的只有苹果一家。根据巨量引擎2019和2020上半年的数据来看，流入华为手机的用户很大比例都是苹果用户，同时华为流出的用户之中，苹果也是占比第一的。vivo 高端市场存在感不高，但依然在2020年的表现仅次于华为，成为国内销量第2的厂商。IDC 和前瞻研究院的数据也表明，vivo 的高端产品在国内卖的并不差。小米是荣耀的死对头，也算赶上了时候。今年小米冲击高端市场的表现也不凡，成功站稳了5000元档的市场，相比 OPPO， 小米的势头要更好一些。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希望我们的预测永远没有验证的机会。这次40 Pro 有2个素皮色，叫秋日胡杨和夏日胡杨。有一种树可以活着1000年不死，死了1000年不倒，倒下1000年不烂，这就是胡杨。华为作为一家站在国内产业链最顶端的科技公司，美国限制系统它做了鸿蒙，限制谷歌服务它做了 HMS， 实体清单25%它顶住了，年初10%它也顶住了，现在真的是到了全面封锁、围城断粮的阶段。我们手机简史视频聊过，美国之前是怎么和日本签订不平等的条约，限制日本的半导体业务的。华为这边还没有认输。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独自抵抗世界第1超级大国到这个地步，这已经是一夫当关了。你喜不喜欢、购不购买华为的产品，这没所谓，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但是现在真的不是落井下石的时候，利用国际供应链支配地位限制自己的竞争对手，这也没所谓，因为供应链掌控能力永远都是一家大企业的核心命脉。动用政治手段打压先于自己的科技，这还没所谓，因为商业竞争的最高维度从来都是大国间的发展博弈。我们在视频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了 Mate 40 Pro 存在的产品问题，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测评机构的职责。我们在场外坚定不移地致敬华为公司，不论别人，这是我们作为一支国内科技从业团队的选择。老于在发布会上说，没有人能够熄灭满天的星光。是的，因为我们的征途从来都是星辰大海。华为，得好好加油！不管喜不喜欢你的产品，麒麟能不能重生，我们都看着你。OK， 本期视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视频”，多多关注体验。我是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Dream impossible.